2025年1月29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波多马克河的上空，一架庞巴迪 CRJ-700客机与美国陆军的一架黑鹰直升机相撞。事发后，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立刻开始了调查，但预计至少需要30天的时间才能发布初步的调查报告，而更加详细的报告恐怕要等到1年以后才会公布。不过呢，在白宫的新闻发布会上，新任国防部皮特·赫格塞斯在谈到这件事的时候，却透露了一些微妙的事情。赫格塞斯称，飞机上的陆军人员正在接受常规年度夜间飞行训练，以保持政府的连续性。乍一听这番说辞，似乎只是一套常规的官腔。飞行训练我们很好理解，类似于民航的操作员熟练度检查，每隔半年的时间就通过考试的方式评估飞行员执飞时的表现和能力。各国军方必然也有相应的程序来确保飞行员做好了战斗准备。但赫格塞斯这句话的重点其实在政府连续性上，在这句话的背后隐藏着一个持续了整整80年的庞大计划。所谓的政府连续性也叫政府延续计划。由于同名美剧的缘故，大家可能对指定幸存者这一概念并不陌生。指定幸存者其实就是美国政府延续计划的一部分。如果所有美国政府官员都在一场袭击中被杀死，那么留在秘密安全地点的指定幸存者将接替总统职位。在现代，它的重点是核战争将如何展开，哪些政府官员将参与其中，以及核战争结束后的几小时、几天和几周内美国将会发生什么。不过呢，政府延续计划比指定幸存者的范围更广，它不仅关注官员的接替顺序、撤离方式和撤离地点，还关注美国政府的哪些部门将继续存在，以及核战争后美国将如何重建，并与公民和国家剩余的一切重新建立联系。在现代，这一概念最早起源于2战时期的英国，指的是在发生战争等灾难性事件时保持政府的基本运作。当时的英伦三岛面对德国装甲洪流的威胁，可以说是危如累卵。当时的英国高层就在思考，如果遭遇了大规模轰炸，战时内阁出现伤亡，要怎么疏散？如果德军攻入英国本土，要怎么继续抵抗？等等一系列假设。英国政府制定了一系列计划来应对这些如果。而美国政府的延续计划则要从1945年说起。在2战的早期，美国本土基本上是不受威胁的状态，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能力跨越大洋，将炸弹丢到美国本土，更不要说将武装力量投射上去了。然而到了1945年，事情出现了一些小小的变化。首先就是2颗原子弹打散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大和魂。虽然在这个时候，杜鲁门总统宣称，我们将继续使用原子弹，直到彻底摧毁日本发动战争的能力。虽然绝大多数美国人都在研究如何用1万种方式把核武器丢到日本人头上，而目睹了原子弹爆炸威力的许多官员和科学家则在思考一个更长远的问题。虽然在1945年8月，只有美国拥有核武器，但指不定哪天苏联人在西伯利亚挖土豆的时候就能挖出来全套的原子弹设计图纸。如果到时候斯大林一高兴，准备给美国来个大的，美国人要怎么办呢？而且最要命的是，他们的担心并不是杞人忧天。苏联人虽然没有从冻土里挖出来原子弹，但克格勃可不是吃素的。1945年8月，波茨坦宣言签署时，杜鲁门故作神秘地指开翻译，亲自跟斯大林说，美国有一种威力超群的新式武器，可以用来对付日本人。斯大林嘬了2口烟斗，表示对此不感兴趣。但实际上呢，苏联了解到美国核武器的时间点，甚至要比杜鲁门本人还要早。早在1941年，苏联情报部门就通过安插在英国的间谍，收到了有关原子弹的消息。好吧，现在我们知道美国的情报部门靠不住，那么还有谁能够阻止苏联人轰炸纽约呢？许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是美国的空中力量。到了2战结束的时候，美国陆航和海航加起来各类军用飞机的总数多达20万架，接受过训练的飞行员也有几十万。但英国的经验已经证明了，空军可能拦下敌人的所有轰炸，但空军拦下所有敌人的轰炸不太可能。而且就算是在空军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也很难拦截所有的轰炸机。而且在1944年，苏联人拾走了美国迫降在远东的 B-29 轰炸机，仿制出来了自己的图4，获得了单程轰炸美国本土城市的能力。俗话说得好，兔子急了还咬人呢。美国人也不敢赌，苏联人会不会真的整几个神风轰炸机悄悄飞到美国大城市上空跟美国佬爆了。
1946年2月9日，在莫斯科大剧院，斯大林亲自登上舞台，开始了他的竞选演说。是的，你没有听错，斯大林的竞选演说。最高苏维埃每4年举行一次选举，而斯大林是唯一候选人。这次演说是斯大林自2战结束以来首次进行公开讲话。他宣称，另一场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美国和英国会对苏联开战，而英美表示，我真的很无辜，正拉着欧洲搞战后重建呢。总之，到了1948年，冷战的帷幕逐渐拉开，美国开始筹备在华盛顿附近建造一处避难所。到了1950年，杜鲁门正式批准在华盛顿西北100公里处再建造一个深层地下通信中心。1951年1月22日正式动工，整项工程耗资4700万美元，约合37吨黄金。这项工程这么费钱的主要原因是他们选择的这个地点，地下主要由坚固的花岗岩构成，在确保地球上任何炸弹都炸不开的同时，也给施工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当地人将这个项目称为小五角大楼，而军方以周围的岩石柱子为名，将其称之为乌鸦岩，俗称地下五角大楼或者地点 R。到了1954年，美国又在华盛顿西部70公里的维瑟山深处建造了另一个应急设施——维瑟山紧急行动中心。这2个设施将在未来的70年里共同充当美国政府未来计划的核心。实际上，在冷战期间，美国政府沿着华盛顿西部的蓝顶山脉建造了100多个末日掩体，几乎每个重要的政府机构、每个内阁部门都有自己的地堡。而乌鸦岩和维瑟山是其中2个最大的站点，还有一个是绿蔷薇度假中心。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这3个避难所以及美国政府延续计划的具体执行步骤。首先，虽然这些避难所是为核战争设计的，但其实只要美国国内出现重大袭击，或是出现即将发生袭击的警告，甚至是自然灾害等严重危机，疏散程序就会启动。第12航空营的直升机，也就是发生撞击事故的部队，会负责将美国高级官员和议员从五角大楼、国会大厦和白宫等地空运到更安全的地点。这些地点包括美国总统的度假胜地戴维营，以及我们前面提到的维瑟山和乌鸦岩。目前连续性计划的疏散程序一共启动过2次，第一次是在911事件时，另一次则是在2021年1月6日美国国会山骚乱时。在疏散对象中，美国总统及其内阁会被送到维瑟山的紧急行动中心，而乌鸦岩则负责疏散高级别的官员，例如五角大楼的将军们，以及维持美国各个部门运转的机构首脑。最后是西弗吉尼亚州的绿蔷薇度假村，所有的国会议员都会被疏散到那里的伪装掩体下面，因此绿蔷薇掩体也被称为地下国会。绿蔷薇掩体的建设开始于1958年，为了使工程保密，当时对外宣称的是要扩建80套客房，但修建这所谓的80套客房使用了多达5万吨的混凝土，工程历时3年，于1961年完工，耗资1500万美元。但是挖出来的土就将绿蔷薇原本9栋的高尔夫球场扩成了18栋大小，还顺带把对面的洼地填平成了停车场。掩体本身被设计成与酒店的公共空间融为一体，并有假扮成酒店员工的政府工作人员维护，以免引起外界注意。实际上，这座掩体的绝大多数地上空间在多年以来都对公众开放，但一直没有被发现。掩体的入口外面是酒店的展览厅，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处设置了一个可折叠的假墙，只要把假墙掀开，就能露出厚厚的防爆门和混凝土加固工事。穿过防爆门呢，就能进入绿蔷薇掩体内部。绿蔷薇掩体的地下部分共1万多平方米，150多个房间，一旦启用，可以同时供应有1000余人避难，具有防御核生化打击的能力，并且能够在紧急情况下保证国会功能的正常运作。地下国会的后勤设施包括18个宿舍，每间有30张上下铺，可供1000多人休息。地下餐厅可同时容纳400人就餐，此外还有自己的发电厂、水井、储水及储油设备以及医院等设施，并以酒店为掩护，长期储存了可供1000人生活60天的应急物资。不过绿蔷薇掩体虽然一直处于战备状态，却从未真正被用作紧急避难所，即使是古巴导弹危机期间也没有启动疏散程序，因此这个地下掩体的位置和信息一直是高度的机密。直到1992年华盛顿邮报的一篇报道，这个绿蔷薇地堡才进入公众的视野里。在报道发出后，美国政府以惊人的速度关闭了这座掩体，并拒绝对其发表任何评论。目前绿蔷薇地堡经过翻新，被用作数据中心和旅游观光业务，但我们有理由相信，一定还有哪个我们没有发现的地下掩体被用来疏散国会议员。不过乌鸦岩和维瑟山就不是那么容易挪的了。美国人将乌鸦岩这座山整个掏空，将乌鸦岩地下掩体变成了一个小型地下城市，可容纳约5000人，
只是目前我们发现的就有4个大型出入口，足以通行重型装甲车辆和工程车辆。整个乌鸦岩地下掩体的周围有着多层安全设施，山的最外边是围栏和铁丝网，以及军警守卫的大门，明暗哨卡和巡逻队警犬自然也是少不了的。根据1999年的披露，乌鸦岩地下设施有4个入口，外面是2组巨大的防爆门，进去之后还要经过300多米的隧道才算进入乌鸦岩山的中心。这些隧道经过特殊设计，可以减缓附近爆炸的核弹的冲击。在2013财年美国国防部的报告中列出了乌鸦岩的内部情况。在乌鸦岩的地下设施中有69栋建筑，总面积近6万平方米。在它的内部有几个不同的区域组成，它有生活区、健身中心、医疗设施、餐饮设施、理发店，甚至还有教堂和便利店，以及一个地下水库和废水处理厂。在紧急情况下，乌鸦岩可以容纳3000人，并且可以在全封闭的状态下运行至少30天。1994年的美国陆军条例中定义了以下3个位置，代号 D.R 的是替代联合通信中心，代号 D.RT 的是乌鸦岩的天线区域，有2个天线塔，代号为信号的则是一个没有窗户的大楼。此外还有 D.C， 它位于乌鸦岩山顶，有一个巨大的天线塔，非常容易辨认。至于维瑟山特别设施，则由联邦紧急措施署运营，也承担一部分政府连续性任务。维瑟山最初由美国国家气象局购买，用于发射气象气球和风筝，这也是它维瑟山名字的由来。1936年的时候，它被转交给矿业局，矿业局在山顶下钻了一条短实验隧道，以测试新的采矿技术。在1954年建设地下掩体的时候，由于这条实验性隧道的数据比较充足，也没有产权问题，陆军工程兵团就坡下驴，于1958年建成了维瑟山紧急行动中心。内部包括医院、火葬场、餐饮和娱乐区、宿舍、水处理设施、应急发电厂，以及用来进行应急广播通信的广播电视演播室。该设施设计为可容纳数千人，还贴心的为总统、内阁和最高法院的大法官设计了私人宿舍。不过在具体的疏散行动中，这些私人宿舍可能住不满，因为这些官员被分为 A、B、C 3支团队，一支留在华盛顿，另一支搬迁到维瑟山，还有一支则会搬迁到其他地点。维瑟山特别设施唯一一次全面启用是在1965年北美大停电期间。对于目前的维瑟山设施来说，政府连续性计划只是它的其中一个功能。自从1993年重组以来，这里的员工数量翻了1倍，会议和培训中心的活动也急剧扩大。1996年就接待了超过10万名学生和游客，每年会有上万名学生来到维瑟山的会议与培训中心，接受为期1周的应急培训。说了这么多，大家可能会觉得冷战已经结束了30多年，这些地下掩体设施离我们很遥远。但其实在这些地下掩体中使用的很多东西都以某种形式进入了现代人的生活。我们常用的网上飞机订票系统，它的直接祖先是美国的防空系统，最初是用来追踪苏联轰炸机的。互联网本身就起源于五角大楼的去中心化网络，当时的美军希望建立一个能够在核战争中幸存的通信系统，因此才催生了现代互联网的前身阿帕网。就在阿帕网上诞生了早期的即时通信软件，它们被用在各个地下掩体之间传递信息，而这些软件也是我们今天所用的各种通信 APP 的祖先。当然了，除了科技界的进步，文艺界也不甘落后。例如美国国家档案馆曾多次开会，研究他们是要先保存独立宣言，还是先保存美国宪法的原稿，为此打得不可开交。而美国国会图书馆则开会决定，他们要先保存林肯的格里斯堡演说，再保存华盛顿的手稿和委任状。而在费城，甚至有一支受过专门训练的公园管理员团队，他们的任务是一旦苏联发动袭击，就把自由钟疏散到安全的地点。考虑到这口大钟有1吨重，他们最好找几个力气大的来抬它。